今天跟大家分享虾仁蒸蛋最简单美味的做法，它的营养丰富，是家里人都爱吃的一道菜。可很多人做时第一步就做错了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的操作方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这边呢，我们准备一块嫩豆腐，搭配豆腐，不管是口感上还是营养都会更丰富。嫩豆腐呢，口感软软的，也更容易入味，与鸡蛋呢更搭。当然也要看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啦。老豆腐呢，口感硬一点，适合喜欢嚼起来有劲的人。我们先把豆腐切成厚片，再切成粗条，宽度1厘米就好。然后呢，将其切成一个小正方形，切成这样小小的豆腐块就可以。切好呢，装入大碗中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呢加入热水，水量多一些，没过豆腐就行。搅拌一下，使豆腐块浸泡在水中。豆腐用沸水浸泡一下，这是一种豆制品去豆腥味的便捷做法。而且呢，它还有另外一层作用，可以让豆腐变得更加的嫩滑入味。现在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几个虾仁，它也是今天的主题菜。加入清水，我们先把虾仁淘洗干净，然后控水捞出，装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将其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2根小葱切成葱段，切好将其一同放入虾仁中，然后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一点点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下手抓揉一会儿，使葱姜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，融入虾仁中。提前腌制一下，虾仁更入味好吃，而且做出来没有腥味。先放一边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豆腐呢也已经蒸制好了，将其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，然后用筷子擀平整，使其平铺在碗底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加入3个鸡蛋。接下来就是加水的步骤了，要记住一个比例，那就是1比 1.5。比如我们1个鸡蛋，那么就要加入1个半蛋壳的水，选择蛋壳大的那一半呢，来往里边加水。3个鸡蛋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入9次水。还有蒸蛋羹，我们要用60度左右的温水，烧开后放凉的水呢不含空气，蒸出来的蛋羹呢就会更水嫩。这会儿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把鸡蛋液搅拌溶解开。食盐的加入不仅是为了调味，大家都知道，食盐在水中呢是以电解质的形式存在的。电解质能够让鸡蛋液中的蛋白质变性，蛋白质就能很好的锁住水分，所以食盐呢能够帮助鸡蛋液更好的成型，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将其充分的搅拌开，这样呢鸡蛋才会更细腻，无结块，更不会分层。然后再用密集一些的滤网过滤一下，直接过滤到豆腐块中。再用勺子撇掉表面的浮沫，保证鸡蛋羹细腻光滑。然后我们准备一块耐高温的保鲜膜覆盖在表面，这样可以防止水蒸气滴落，不会影响到蛋羹的成型。蒸鸡蛋羹最好是热水上锅，热水上锅可以使鸡蛋羹直接受热，蒸制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，蒸出来的鸡蛋羹口感呢就更 Q 弹。盖上盖子，中大火蒸6分钟。如果是冷水上锅的话，鸡蛋羹受热时间长，蒸出来的鸡蛋羹呢就不够 Q 弹哦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切点小葱，直接切成葱花就好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
这会儿呢，来看看蛋羹，基本定型了。这会儿呢，再把虾仁放进来，虾仁不要太早放入，否则口感呢就会被蒸老，吃起来呢就会变得很柴。这会儿再次盖上盖子，定型后呢就不用保鲜膜了，再蒸3分钟就可以。时间到即可关火出锅。然后我们往表面呢撒些小葱花，点缀增香。再加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来。然后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蒸鱼豉油调个味，美味即成。可以说虾仁蒸蛋呢是水蒸蛋的升级版了。采用蒸制的做法，鸡蛋中的营养便极易被人体吸收。与虾仁做搭配，虾仁的肉质呢比较松软，且含有钙元素和蛋白质的丰富，这两者可以说是天生一对。上锅简单一蒸，搭配嫩豆腐，香嫩美味的口感更好。营养价值还非常丰富，满满的蛋白质可以很好的为人体补充。这样做的鸡蛋早餐吃更是不错的选择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啦，大家无论多忙多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你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夏天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